大家好，我们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个新的开源项目。这个开源项目的名字就叫 Almost。那么这个项目的用途呢，就是它提供了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呢，利用它的编码能力，可以转化为图像生成能力的项目。这句话可能不太好理解啊。实际上来说呢，它的意思就是可以帮大家写这个绘画时候需要的那个提示词。我们都知道做 AI 绘画的时候，这个提示词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如果你词写的不好，那么可能你得到的这个图像啊，它不是你想要的。而且本身这个 AI 绘画本身就是随机性比较强，即便你写了这个提示词呢，你可能也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你得多次去抽卡，多抽2次，最后呢才能得到你想要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个项目的用途呢，它就是帮你写这个提示词。你这边做图的时候呢，只需要提供一个最简单的描述，比方说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假如我们写个提示词，说这个一个女孩在街上逛街，那么我们只需要提供这么一个描述，这个模型呢，它会自动将你的提示词进行扩展，它会给你描述这个街是什么样的街，旁边有没有花等等，它还会给你描述这个女孩穿的什么衣服、什么头发，她正在干什么，正在走还是正在跑，它会根据你的描述呢，利用这个模型啊去进行扩展，它会帮你写一个就是特别特别长的一个描述词，你肯定是提示词越细，那么我们最终得到的结果呢就越好啊。这个模型是这么一个用途。这个项目的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呢，就是它提供了这样一个从线上可以体验的网址。这边呢，它是这样的一个界面，这个呢我们待会儿再给大家演示。这些下面这些呢是它的一些示例，大家看这些绿色的字体，现在可能看得不太清楚，能不能放大一些？不行，算了。这些所有绿色的文字啊，全部是它扩展出来的描述。大家看，这个全部是，确实是非常的好使，省了我很多的事情。这些就不用看了，咱们直接看这个项目。这个是它的整合包，大家进来之后呢，直接点启动就可以。其他模型什么我都帮大家下载好了。这个模型在这个文件夹里面，这是它所有的模型，这个大家也不用管了。这个咱们稍等一下，等它启动。这个本地模型呢启动比较快。好，这是我们这个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整合包的界面呢，跟它这个线上提供的界面呢是完全一致的，这个没有任何区别。这个大家可以自由选择，你是用这个本地整合包呢，还是线上体验？本身这个项目呢，它对这个系统的要求不高，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个上面有一个描述啊，需要8G 的一个显存。实际上我使用了一下呢，它达不到8G，可能用的显存的数量大概是6.78G 左右。你的显存只要有6G 显存啊，那么这个项目就可以跑起来，没有问题啊。这个项目对显存的要求不高。这个项目虽然说显存用的比较小，但是内存用的比较大。这个大家最少要有16G 的内存。没有16G 内存可能跑不起来，可能会崩掉，这个大家了解一下。那么我们先来做图，这边的参数呢，我们待会儿这个做图的过程中，我们再给大家解释。我们来描述一下这个提示词：一只恐龙正在捕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较简单的这样2个单词，它可以做出来一个什么样的图。另外呢，我试了一下中文，中文也是可以检测出来的。待会儿我们试完英文之后呢，再给大家试一下中文的这个提示词。好，我们来点这个下面这个按钮，先点提交。那么它会根据你提交的这个内容呢，去做一个扩展。这个咱们看一下。首先呢是初始化这个容器啊，初始化画布，一样的意思。大家看，这是一个描述，下面它会给你自动扩展的这个细节上的一个描述，这个描述会越来越多。这个咱们翻译一下啊。我这个英文不太好，大家英文好的话也可以自己看啊。它给自动扩展了这张照片捕捉到了什么什么时刻啊，各种各样的恐龙这在干嘛？把场景设置在什么森林中树木参天，树叶枝叶茂密啊。大家看这个描述非常的棒，而且它这个描述呢，并不只是一次描述，它会从各个角度去描述。那么我们上面这一段描述呢，它是大家看到上面这个说明，它是这个全局上的一个描述，就是对整张画面从这个全局视角的一个描述。那么接下来呢，它还会对各种细节进行描述，比方说这个，再来翻译一下。这就是添加一个描述：霸王龙追捕三爪鱼，这是一个细节的描述。那么下面呢，它大概会有5到7段这样的一个细节描述，从各个角度去描述这个整幅画面的样子。这是它扩展之后的描述，非常的好。这个我们不看了，看这边，这边有个随机种子啊，这个随机种子大家都理解，咱们这个就不说了，这个词你可以随便改。然后呢，这个是这个语言模型，大家可以看到。那么这边呢有3个参数。这个其实不需要大家修改，如果大家想改的话就是这样，
这个第一个这个参数呢，咱们上一期说的是 ChatTTS 那个项目里面其实也是有这2个参数的，咱们当时没有给大家解释，因为在那边呢不需要去修改。这边的话做图的话，大家可以去调整这2个值。第一个，那么它的意思呢就是，如果你调成0，那么就是这边的这个图片的质量呢会达到一个最高程度，图片质量比较高。如果大家拖到最右边的话，那么这个图片的随机性会更强。它就是这么一个作用，我们还是回归这个 0.6 啊，这第一个参数。第2个参数的用途呢，这个值的意思呢不太好理解，解释起来也比较复杂。这个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就是它是在这个所有的可能性之内去选取这个数值，代表了这个范围之内的这种比较好的这些结果啊，因为我们都知道 AI 绘画是随机的嘛，那么可能随机的好，可能随机的差。那么这个 TOP-P 呢，它就会在这种所有的随机性里面，根据这个值去选取一定范围之内结果比较好的这些可能性，那些不在这个范围内的可能性呢会被舍弃掉。这样的话可以保证这个最终出图的效果呢不会差的太厉害，大概意思就这样。那么下面这个选项，这个大家很好理解了，图的这个尺寸这些东西呢都很好理解，这个就不说了。这边有个高级，高级里面大家保持默认就行了，这玩意儿也没有必要去调整。这边我们跑完了，大家看到这边呢，它给我们很多段这种描述，从各个角度去描述这张图。这个如果让我们人工自己去写的话，那你这个写起来可就费了劲了，非常困难。但是用这个模型自己生成的话，速度就非常的快，也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直接点这个渲染，这边是只是把这个提示词去扩展了，这个图还没有开始画，需要点这一项，点一下啊，这边稍等一下，这边它会运行。这个对于显存的占用呢，这个项目确实优化的很好。不过它显存优化好了，但是对内存的占用呢反而上来了。这个项目对内存的要求有一点点要求，如果你内存太小的话，可能也跑不动。大家看到这个恐龙在捕猎啊，这个效果呢确实非常的棒。把这个保存下来，这样保存。图片右键，看一下这个图，整体的效果啊非常好。这个场景的整体描述，如果我们自己去写的话，那么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再来做下一个步骤，这个模型呢，它可以直接对图片里面的元素进行替换。那么我们现在呢，把这个恐龙把它换成另一种这种生物。好，我们来输入下一个提示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将恐龙把它换成老虎。那么我们来让它替换一下，还是点这个提交，它会针对这个词呢进行这个描述的一个扩展。当然这个过程呢还是稍微有一点长，这个我们稍等一下。这边这个提示词呢跑完了，那么我们还是点这个渲染，这边开始绘图，这个还是得稍微等一下。这个图出来了，看一下结果。恐龙换成了老虎，大家看这个效果非常的好，没有什么问题。那么我们把这个图片保存下来，放大看一下。然后我们最后来试一下中文，来试一下，我们看它能不能对这个机器猫能不能识别出来。我之前试了一下那个死亡之翼魔兽世界里面一个大 boss， 它画出来的死亡之翼呢是那种迷你型，大致的造型跟死亡之翼是一样的。模型对这个词的识别还是不错的。下一步还是渲染这个图片，点一下这个按钮，看一下还是老虎，因为它没有识别出来这个机器猫。这边重新启动了一下，再来试一下。这个图出来了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确实呢是我们功夫熊猫的样子。那么这个工具整体就这样，它可以识别中文，不过它应该不是所有中文都能识别。我们最后呢这边还有一个网站，这个没有给大家做演示，因为这个跟整合包的界面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这个就大家自己想玩的话可以去体验一下。大家拜拜。